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过肝细胞，就是 stem cell 呢？那你知道肝细胞是什么吗？肝细胞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作用呢？那肝细胞又有哪几类呢？如何选择对的肝细胞？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吧。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肝细胞，什么是 stem cell 哈。那肝细胞呢，它其实是一种未分化的细胞，它具有令人惊奇的一个能力，就是可以发展成身体中不同的特定细胞类型。而它们独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们可以自我更新，就是 self renew。也就是说呢，它可以通过细胞的分裂去产生更多新的肝细胞，而这种能力呢，使得肝细胞能够在体内持续的存在着，并维持它的数量。那第二呢，肝细胞的分化潜能可以分化为不同类型的细胞，比如说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肝细胞、骨细胞等等。那此外呢，肝细胞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可以促成我们组织的修复还有再生。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器官或者组织已经受损了，那这个肝细胞呢，它可以迁移至受损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位置去分化为所需的细胞类型，然后呢，它参与整个组织的修复还有再生，促进整个组织或者器官的恢复，还有功能重建等等。这三个特异功能呢，它使得肝细胞成为治疗疾病、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那你一定在想，肝细胞是怎么来的？那其实为了保证安全和有效性，肝细胞治疗通常使用与目标人类身体相匹配的人类肝细胞。那肝细胞通常在特定比率从人类身上提取，然后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和应用过程，然后根据具体的目的和需求进行使用。在这里打个比方妈妈们想必你们有听过脐带血干细胞吧？那在宝宝出生后的几分钟内呢，医生会开始采集脐带血，然后呢进行一些血样处理，来提取这个脐带血的干细胞而这干细胞呢，它将会经过特殊的处理，进行冷冻保存。而这种特别的保存方式，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肝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和活性。而日后呢，这些肝细胞可以用来医治造血系统疾病，就比如说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一些遗传性的血液病。那肝细胞有多少种呢？其实主要肝细胞可以以它的分化潜能来分类分化潜能的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分化成多少类型的细胞，就是可以把它分成全功能性，就是 totipotent， 广功能性 pluripotent， 多功能性 multipotent， 还有有限性 oligopotent， 最后就是特定性 unipotent。这里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对吧？那没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从最高级的分化潜能的肝细胞开始，我们称它为 totipotent 的 stem cell， 就是全功能的肝细胞。那全能的肝细胞呢，其实它具有最高级别的分化潜能，因为呢它可以分化为所有胚层细胞以及其他细胞类型。在人类当中呢，其实它是最珍贵的一个肝细胞因为呢它只有在受精卵的早期阶段，就是在1至3天后受精卵的那个期间就是在zygote cell的那个期间存在这个全能的肝细胞就因为它最高级别的分化潜能呢，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机体，就是呢它可以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baby 这样子。那第二阶段呢，就是 pluripotent 的一个 stem cell 我们称它为广泛分化的功能那这期间呢，其实是在受精后的5至14天内其实这种肝细胞呢，具有广泛的分化潜能，它们可以分化成身体中所有的胚层。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我们的胚胎肝细胞，就是 embryonic stem cells， 它们可以生成
能组成身体器官还有就是组织的3个胚层第一就是内胚层，就是我们的 endoderm。这 endoderm 呢，它可以发展成我们的内脏器官的一个内膜，如我们的消化系统啊，我们的呼吸系统啊，还有就是腺体那个透明的那个内膜啊。那中胚层呢，它其实可以分化成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骨骼啊，我们的结缔组织啊，还有一些循环系统等等的结构。那中胚层呢，就是因为我们称它为 mesoderm 的。那外胚层呢，就是我们的 ectoderm 啊，它可以发育成我们的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皮肤、头发，还有一些指甲等等那其实呢，有发现到这2个阶段，就是我们的 totipotent 还有就是我们的 pluripotent 的 stem cell， 其实呢，它都需要从我们的最初的胚胎呀，就是甚至到 zygote cell 那个阶段去提取那这里呢，可能还会影响到整个胚胎的发育，还有就是胎儿的发育而因此引发了一些干细胞提取的一些伦理辩论但是呢，别担心，其实呢，现在研究人员也在探索这一些替代来源如现在有的一些诱导多能干细胞就是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那这些干细胞呢，其实都是经过重新编程的一个成体，从一个成人的细胞当中去重新编程出来，而它的效果呢，它可以表现得像一个胚胎干细胞一样，拥有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分化潜能。那接下来呢，还有第3级的分化潜能我们称它为 multipotent stem cell。那这种多功能性的一个干细胞呢，它具有分化为一定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细胞的能力那会发现到它的分化能力会越来越有限那这些干细胞呢，其实可以分化成特定器官或者是组织中的多个细胞类型，但是呢，它的分化潜能呢，相对于我们的 body 还有就是 pluri 的那个 potent 的 stem cell 呢，是比较有限的。那比如说呢，这是我们的成体干细胞，就是我们的 adult somatic stem cell， 如我们的骨髓中的一些造血干细胞，它其实可以分化成各种血细胞，但是呢，无法分化成其他器官的细胞的。那这阶段 multipotent 的 stem cell 呢，最为普遍的例子呢，就是 mesenchyma stem cell。那这种 mesenchyma stem cell 呢，其实可以分化为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包括呢我们的骨细胞、我们的软骨细胞、脂肪细胞，还有就是肌肉细胞等等。它同时间可以调节到免疫反应，减轻发炎的症状，并促进整个麻色组织的一个修复，还有一个再生。但是你会发现呢，它只是限于一个麻色在这几个的组织当中而已。那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脐带血的干细胞呢，它也是属于这种 multipotent 多功能性的干细胞那现在呢，脐带血干细胞已经被广泛用于一些移植治疗血液相关的疾病并在再生疗法中展示出潜力。那接下来呢，其实它的分化潜能会更加的有限那第4级就是我们称它为 oligopotent 就它的分化功能会比较有限。这种 oligopotent 的 stem cell 呢，其实它具有有限的分化能力干细胞。那这种干细胞呢，其实可以分化为特定范围的几种相关细胞类型而已而它最广泛的例子呢，就是包括就是我们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就是 hematopoietic stem cell。那这种 stem cell 呢，可以分化为各种血液的细胞，比如说我们的红血球我们的白血球，还有就是一些血小板但是呢，它只限于我们的血液细胞而已，无法分化为其他类型的细胞。OK， 那最后最有限的分化潜能呢，就是我们的 unipotent 的一个 stem cell 它只是一个它具有一个特定的分化潜能那这种单潜能性的干细胞呢，只能分化成特定的细胞类型，而也就是因为它那么有限的这个分化能力使得这种单潜能的干细胞在特定组织的功能维护和修复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例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muscle stem cell。那 muscle stem cell 呢，就是在我们的肌肉如果我们的肌肉有 injured 或者是受伤过后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 muscle stem cell 的话，它可以很快的去帮助去促成整个 muscle 的一个修复让它去 build up 更多的 muscle， 然后去
重复。去恢复它的整个 muscle 的那个功能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皮肤的方面。那皮肤中的角质形成细胞呢，就是我们的角质细胞了。它也是其中一个单潜能的干细胞粒子哈。它分化成我们的角质的细胞，在皮肤的保护屏障功能，就是 skin barrier 当中呢，起着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我可以以一个工厂的一个运作哈，我打个比方，用一个面包的一个工厂来打个比喻吧。那面包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面粉。面粉呢，其实它是用大米磨成的。那想象一下，这个大米呢是从这个工厂附近的这个稻田收割回来。那如果呢有机器可以种更多的稻米，就会有更多的大米去制造面粉哈。那我们的原材料就会越来越多哈。那这机器呢，就像我们的最高潜能的干细胞，就是 Body 啊，或者是 pluripotent 的，它具有一个惊人的分化能力，去提供我们源不断的原材料，那就是我们的面粉。那工厂呢，其实它有一个 commander 哈，就是一个领导哈。这领导呢，其实他是负责去培训、负责去 train up， 还有就是分配人手的。那这位 commander 的领导力呢，其实他可以决定整个工厂的运作，而他所培训出来的员工呢，就会复制去各自的岗位，去发挥各自的作用。那这里呢，这个 commander 啊，这个领导啊，就好比多功能干细胞，就是 multi-potent 的一个 stem cell 哈。想象一下，如果这间工厂有这种 multi-potent stem cell 的话，它就可以去复制，可以去分化很多的一个员工哈，它会把整个的厂的运作提升到最高的水准。而已经被分布出去的员工，就好像我们的 oligo 啊，或者是一些 unipotent 的 stem cell 哈，它已经被已经被派在一个特定的岗位上面哈。那如果这些员工的效率不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培训哈。那如果我们有一个 group training 啊，就是整个组织的一个 training 啊，就好比我们的一个 oligopotent 的一个 stem cell 去培训大家，然后呢，如果它是针对单人的一个培训呢，它就是好像一个 unipotent 的 stem cell 哈。那其实两个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发挥到一个修复啊，还有一个再生的一个功能哈。那其实整个工厂的运作呢，非常需要各个部门彼此之间的紧密合作。同样的，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其实也需要各个组织的配合。That's why 那个刚才我所谓的那个匹配度是很重要，去减少一些免疫反应的一些排斥。那要如何选择市面上的干细胞呢？其实最重要的呢，你要看它的合法性，还有就是合规性哈。要确保所选择的干细胞来源是合法还有合规的。那第二呢，就是它的质量、它的quality，还有一些认证哈。那第三呢，就是它的应用，还有就是适用性哈。你要了解你所选择的干细胞它的特性，还有就是适用性哈。当然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当然，在使用干细胞之前，你需要一些专家的建议哈。在选择这个干细胞的时候，你要寻求相关领域的专家建议，帮助你做出一个明智的决策。那今天过后呢，有没有更加了解这个干细胞这个 stem cell 呢？其实现在呢，尽管这个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仍然面对着许多的挑战和限制哈，但是呢，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还有科学的那个发展哈，我们的干细胞被广泛认为是未来整个医学的重要趋势之一。那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去了解更多关于干细胞 stem cell 的知识。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可以点赞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知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